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九。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 Realme X50 Pro， 这也是刚刚发布的一台机型。这个其实呢，它早就在这个海外版呢已经发布了，这是国行呢非常快的，然后开了一个发布会，这个公布了一下价格。首先说一下价格方面，因为这台机器确实没办法忽略价格，它是3599元起售的一个价格。Realme 这个牌子呢，其实如果你去年关注的话，就是知道它的整个的这个价格体系，还有就是硬件上这个堆料呢，其实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然后一直呢在跟小米和红米那边打一个擂台。不过关键点，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台 Realme X50 Pro。这个上手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机器比我想象中的要胖那么一点，稍微厚重一些。因为它是一个4200毫安时的电池。说实话，这个电池虽然也过了4000了，但是在现在的这个5G 手机之中呢，也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电量。但是它的厚度呢达到了这个8.9，也就是这个差不多9毫米的这么一个厚度。而且呢，它两侧这个收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所以说你拿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挺胖乎的这么一台手机啊，它这个尺寸呢是6.44寸，这个尺寸呢也是在移动机器中不大，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尺寸，90赫兹的一个刷新率的一个屏幕。它的采用率这边呢是180赫兹，我收这个颜色叫青苔，这个颜色后边呢也是一个 A7 玻璃的一个工艺，然后质感确实非常不错，这个质感。然后整个的这个绿色调教的我也是比较喜欢，它这种是非常深的那种绿色，就是在傍晚或者在夜晚的时候，你再看这台手机没有光打上去的时候，感觉像黑色。就是唯一我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的地方，就是它下边的这个卡槽这个颜色跟中框的颜色差异有点大，这个卡槽的颜色明显更深一些。正面的这块屏幕呢，它也并没有采用曲面屏的一个设计，这也是这台手机你拿上手感觉比较胖乎、比较厚重的一个原因。它是205克的一个重量，其实并不是太重，但是你一上手会有这个感觉。这4个摄像头方面啊，有一颗是凑数的，然后6400万的一个主摄，注意是来自三星的 GW1， 并不是索尼的那一颗。然后下面呢就是广角，然后长焦镜头。央张方面呢，由于时间比较紧啊，我也简单拍了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Realme X50 Pro 啊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期我们也将会把它的这个数据呢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里边，都关注我们公众号就可以了。央张方面总体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真实，调教的痕迹呢并不是特别明显。总之这个相机呢算是中规中矩，因为它毕竟就是6400万的一个GW1 嘛。前摄方面是值得说一下的，它采用了一个双挖孔的一个设计。双挖孔啊，虽然说这个面积有点大，这个确实很难把它忽略掉，也很多人说丑，但是这2颗摄像头好在不是凑数的，它另外挖出来的这一颗呢是一个广角镜头，而且呢它给你加了这个防抖的功能。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九，现在我正在测试 X50 Pro 和 Find X2 Pro 的前置录像，它们两个现在都是 1080p 30帧，然后现在是傍晚啊，这个天气呢是比较暗的，再加上今天也是阴天，而且有一点小风。现在 X50 Pro 这边我已经是开了广角，但是感觉它这个并不是特别的广啊。跑动一下， OK。整个的这个机器配置方面呢是865 LPDDR5， 然后 UFS 3.0， 但是它也加入了一个 Turbo Run。注意这个名字啊，小米那是 Run Turbo， 它这是 Turbo Run， 反正都是一个 3.0 的加速技术。加速完了之后呢，和 3.1 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差别了，因为 3.1 这次提升的确实是非常有限。跑分方面呢，我也简单跑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版本啊，跟大家说一下。后期买这个量产版之后呢，我们会持续更新到小白测评数据库里边。有的时候小伙伴经常会截图发给我说，这个小白，你这数据库怎么跟你视频里那个数据库那个不一样啊？那肯定的，这个数据库它需要一个持续的更新，就是我们拿上手跑一遍 ，OK， 它是这个，我们又更新了数据，或者说它又有一个比较大的软件版本更新，我们肯定会再次跑一遍，然后再放上去。你看到的时候跟视频里边有的时候会出现区别的，这个是正常现象啊，跟大家解释一下。扬声器方面，它是这个1216的这个双扬声器，而且它是一个就是听筒式的这个扬声器，也就是放到了一个听筒里边，但是它也是对称式的啊。另外呢，在震动方面啊，大家也非常关注嘛，它是一个 Z 轴的震动马达，并不是 X 轴的。还有就是在充电方面，它是65瓦的标配氮化镓双电芯的充电器，而且你首批购买的话，好像是还多送你一套199块钱的。其实国际版发布的时候，我就非常期待它这个充电速度，这个60瓦氮化镓。
最终呢，它还是没能超过黑厂啊，它是4200毫安时的电池，35分钟充满。这个咱们折算一下呢，就是单分钟可以充进去120毫安时这个电量。黑鲨3 Pro 这边当时咱们实测过，38分钟5000毫安时的电池，它是131毫安时。我觉得绿厂系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自己多年的充电第一的宝座被一个细分品类的小众子品牌给超过了。不过65瓦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这个35分钟是什么概念啊？或者说今年有很多手机基本上都是在40分钟以内，就是半个多小时就充满了。这个概念就是你已经不太能够感受到充电这个东西给你造成的困扰了，就是你插上去50%、60%甚至都充满了，它这个还是依然没有无线充电的，它已经8.9毫米了，加上无线充电之后呢，可能还要再加个1毫米、2毫米。这台机器一发啊，这个很多人呢就开始纠结了。这个小米10 iQOO 3好像不用纠结是吧？它没有高刷屏，这个基友们还是都比较在意高刷屏的。当然，小米10确实要更贵一些啊。这个后面还要看 Redmi K30 Pro 那边发力，因为他们的价格段上都差不多的，应该都是在3500块钱档位段。但是这个机器呢，我个人感觉就是给料给的很足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小点需要你注意。90赫兹刷新率。它这个也是E3材料，但是它这个材料呢，肯定要比小米那个要稍微次那么一点点，因为它这个峰值亮度我看了一下是1000尼特的一个峰值亮度，而小米系的那个呢是1200尼特，在亮度上呢可能要稍微差点意思。最后多说两句，我对 realme 这个品牌的感觉，它其实一直非常性价比，但是呢，也像很多小伙伴评论说的，发布会弹幕我也看到了，就是它太没有性格，太没有特点了，就是它。你没有感觉它有一个地方特别出挑，但是呢，你细想一下，它该给你的东西都给你了，就是很水桶的那种感觉。这个不褒不贬啊，我只是说这个是它 realme 的一个性格，它的一个品牌的基因。在性价比这条路上呢，肯定是有优势的，但是呢，这个品牌或者说这个手机呢，肯定是需要一点点性格，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realme 呢，现在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不太容易被记住，因为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是可选择很多，不太容易养成那种非常忠实的自己的这个品牌的用户或者说粉丝的那种感觉。去年的一些机器，大家知道这个 X2 Pro 的时候，这个 ColorOS 7的这个更新时间是要延续到今年。要知道去年的时候，这个 X2 Pro 是 realme 的当家旗舰，但是这个 ColorOS 7对它的这个支持上面一直是比较延后的，这也就给很多小伙伴这种感觉，就是我买了 X50 Pro， 它是一个挺不错的机器，但是后续的 ColorOS 7的这个更新上会不会持续的为我非常快速的更新，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 realme 在系统这块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及时的跟进吧，跟这个 ColorOS 这边，因为 ColorOS 7呢，尤其是在颜值和高刷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系统。我觉得它在没找到之前，完全可以就用 ColorOS 7这一套皮肤，也非常漂亮，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你可以走一波弹幕啊，我先问大家，小米10。然后还有 realme X50 Pro， 还有 iQOO 3，或者说去年的降完价之后的855 Plus 的顶级旗舰，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或者说有人等待这个 K30 Pro 是吧？这更多精彩的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3天5留托180天保修，我们的商城也在里边，我们的数据库也在里边。OK，博观正天，小白测评，我们下个星期再见。